李宗仁、阎錫山都曾反叛过蒋介石，為什麼還能得到重用？這背後可不是老蔣心慈手軟，而是他實在無能為力。說起民國，大家的第一反應就是軍閥混戰，今天你打我，明天我打你。阎錫山、李宗仁、馮玉祥这些大佬一個個都跟老蔣不對付，甚至打過仗。馮玉祥、阎錫山多次反蔣，李宗仁更是直接逼得老蔣2次下野。可奇怪的是，阎錫山和李宗仁在反叛之後居然還能混得風生水起，這是為什麼呢？其實說白了就一句話，他們是真正的實力派。先看李宗仁，他最牛的时候控制了两廣、湖南、湖北，後來1929年蔣桂戰爭爆發，桂系被打敗，縮回廣西，老蔣趁機以中央的名義開除了李宗仁的黨籍，想把他踢出局。可問題是，廣西就像鐵板一塊，蔣介石派誰去都插不進手。後來李宗仁趁廣西內亂，和白崇禧一起組建了護國軍，重新掌控廣西軍政大權。而此時蔣介石正忙着跟馮玉祥、阎錫山打仗，分身乏術，只能默認李宗仁捲土重來。再看阎錫山，中原大戰後，阎錫山宣布下台，到大連隱居。可他臨走前把山西安排給徐永昌打理，蔣介石正琢磨着怎麼吞併山西，結果918事變爆發，東北丟了，日本人虎視眈眈，紅軍又在不斷壯大，老蔣焦頭爛額，哪還有精力去動阎錫山？最後兩人只能達成和解，阎錫山重新當上太原绥靖公署主任，東山再起。說到底，阎錫山是山西人，李宗仁是廣西人，人家在自己家鄉根深蒂固，影響力盤根錯節，老蔣想輕易除掉根本不可能。蔣介石自己不就是靠江浙財團起家的嗎？這一點他比誰都清楚。那問題來了，為什麼馮玉祥就沒這麼好命呢？馮玉祥是河北人，控制的是西北軍，部隊的忠誠度本來就有限，中原大戰一敗，他宣布下野，軍隊立馬散了，失去了真正的控制權。沒有槍桿子，就只能當個空頭司令，跟老蔣合作也只能當個牌位。而李宗仁、阎錫山手裡始終握着幾十萬大軍，蔣介石要是真動手，內戰立馬重啟，這是他承受不起的。再加上國際局勢變化太快，日本步步緊逼，老蔣只能先顧大局，和這些地方軍閥達成妥協。所以不是蔣介石不想動他們，而是動不了。那個年代有槍就是草頭王，李宗仁和阎錫山始終手裡有兵，地盤穩固，這才是他們能反覆橫跳，最終還能被重用的真正底牌。而蔣介石這個有着封建大家長思想的最高領袖，只要利益一致，和曾經的对手握手言和，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兒。亂世之中，生存和利益才是第一位的，哪有什麼永遠的敵人？